技术犯规在 NBA 的赛场算是比较严重的判罚了，一个球员如果单场迟到2次就要被驱逐出场。而最近的新规更是加大力度，不仅增加了罚款，如果单赛季累计技术犯规过多，还要面临停赛的惩罚。停赛就意味着扣除工资，所以绝大部分的 NBA 球员整个职业生涯也吃不到几次技术犯规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技术犯规不是你想逃就能逃的，运气不好的时候，坐着也能遭罪受。今天球哥就带大家一起看看 NBA 历史上那些坐着也躺枪的技术犯规。光头克劳福德可能是 NBA 历史上最出名的裁判，他不仅出生于裁判世家，拥有全联盟最丰富的执法季后赛经验的裁判，连续多年在赛季后的裁判票选中进入联盟前3，无论是球员还是其他裁判都对他十分的尊敬。也许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光头最让大家记忆深刻的判罚，必然就是与蒂姆·蒙娜丽莎一同缔造的传奇吹罚。2007年4月15日，赛场上正在上演经久不衰的牛马大战。在第3节还有2分54秒的时候，马刺只以70比65领先5分。邓肯单打对手成功，但是被光头克劳福德吹了一个进攻犯规，邓肯愣在原地。波波维奇见势不妙，赶紧将邓肯放回板凳席躲躲风头。坐在板凳席上的邓肯开始发挥自己冷笑话的天赋，别人开不开心不知道，把自己给逗乐了。此时恰巧2分20秒，小牛球员正在进行罚球，光头没有注意球场上，却盯着一脸笑嘻嘻的邓肯。光头气呼呼地冲到技术台面前，给邓肯比了一个大大的踢。邓肯此时一脸茫然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场边自娱自乐也能遭殃。1分20秒，光头又吹了奥托波的阻挡犯规，正挥舞着双手向技术台比划，又一眼瞥见了邓肯。石佛今天仿佛变了一个人，一改平时的冷淡。他不但根本没有把之前的犯规当一回事儿，现在反而和队友在板凳席上打闹，笑得前俯后仰，忍不住用毛巾盖住脑袋偷笑。在光头看来，邓肯整场比赛都在向自己投诉抱怨，现在即使回到替补席，也没有休止对自己的嘲讽。光头的第1次技术犯规是警告，但是眼见他还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于是又一声哨响，邓肯在板凳席上领到了自己的第2个技术犯规，马上要被驱逐出场。这一下邓肯彻底笑不出来了，愣在当场，久久没缓过神来。技术犯规？谁？我又干嘛了？即使是客场的球迷，也一瞬间忘记了嘘声和叫好，整个球馆陷入混乱。所有人都不理解为什么邓肯会因为自己的微笑而被驱逐出场。据邓肯所说，光头在自己离开球场前还挑衅一般的问自己：你还想反抗吗？你还想动手吗？一向沉默寡言的石佛这一次没有压抑自己的怒火，他气势汹汹地告诉光头：如果你想打架，我乐意奉陪。在比赛结束之后，克劳福德马上遭到联盟的调查，最后以失去了作为 NBA 裁判应有的判断力为理由，禁止他吹罚那一年剩下的季后赛以及总决赛。而这滑稽又搞笑的场面也成为 NBA 历史上的经典一幕。不过，坐在板凳席上吃踢并不算是一件新鲜事。邓肯在维克森林大学的学弟克里斯·保罗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青出于蓝胜于蓝。2018年12月28日，火箭对阵凯尔特人，这本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常规赛。火箭这边，保罗西装革履地坐在板凳席上养伤休战，由哈登独自带队捍卫自己的主场。在第2节比赛进行到3分29秒时，双方因为出界问题产生了争执，裁判最终判给了波士顿的前场球。可是哨音刚落，裁判布伦特·巴纳基又立马再吹了保罗的一次技术犯规，而此时的保罗穿着一身西装，乖乖地坐在板凳上，一脸无辜。大哥，你看清楚点儿，我不叫邓肯，我今天球衣都没穿，1分钟没上呢。而裁判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保罗上前去和裁判理论的时候，布伦特·巴纳基高冷地告诉他：别打扰哥，哥在休息。这让保罗感到十分的迷惑，于是重复了2遍他的话：休息，休息。于情于理，这都没有达到需要吹技术犯规的标准，但是在布伦特·巴纳基看来，却像是保罗的挑衅。怎么，工会主席了不起啊？看我给你立马吹了一个踢。保罗感觉非常的无辜和荒唐，但是自己又不敢笑。要是真成为了下一个邓肯，成为 NBA 历史上微笑吃踢第2人，那才真是尴尬了。但裁判似乎还不愿意轻易地放过火箭，在随后的1分钟里，火箭主教练德安东尼因为抱怨被吹了一个踢，卡佩拉因为挂筐了1秒钟又被吹了一个踢，1分钟3个技术犯规。球哥当时在看比赛的时候实在理解不了，这裁判是不是学威少在这刷数据呢？
好在登哥在这场比赛里大发神威，暴砍45分6助攻，帮助球队战胜强敌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与保罗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考辛斯，他在18至19赛季加入勇士，组成5星宇宙勇，让联盟其他球队闻风丧胆。但是裁判并不怕他们，恰好相反，在新赛季的第6场比赛，此时的考辛斯和上面的保罗一样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坐在板凳席上观战。但因为此前在热身的时候，他和对面的坎特互喷垃圾话，联盟官方怕这2个刺头闹事，就让裁判福斯特多注意这2个人。在第1节末节的时候，考辛斯正拉着格林让他注意用挡拆来对付坎特，却被福斯特听进耳朵里了。他立马警告考辛斯不要招惹坎特。考辛斯刚想上去向福斯特解释，但是对方看到这名大汉突然上前，福斯特瞬间想起这个脾气暴躁的大个子过往的光辉履历，吓得立马吹了一个技术犯规，并且直接驱逐出场。考辛斯只能无奈地回到更衣室，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想到，加入勇士后的第1个技术统计居然不是上场时间，而是技术犯规和驱逐。放眼整个 NBA 历史，估计也只有他能够做到吧。如果坐在板凳席上也能吃到技术犯规，那我躲到球员通道总没问题了吧？怎么可能？ NBA 裁判又不瞎。2018年4月30日，勇士和马刺打到系列赛的第4场，0比3落后的马刺触底反弹，在第3节打到一半时就领先了勇士8分。急于求成的麦基被老辣的吉诺比利造成了进攻犯规，这让当时的勇士替补席非常不满。当值裁判托尼·巴勒斯没有太客气，哨声一响，追加勇士球员大卫·韦斯特一个技术犯规。勇士众人还在犯迷糊，韦斯特他没在场上啊！回头看板凳席，韦斯特怎么也不在板凳席，跑哪儿去了？镜头一转，大卫·韦斯特根本没有坐在板凳席上，而是远远地坐在球员通道的单车上热身。人在车上坐，梯从天上来。韦斯特一边继续老老实实地踩着单车，一边抱着臂，满脸无奈。但勇士众人可是炸开了锅，纷纷表示自己无法理解这次吹罚，但裁判依旧坚持了自己的判罚，最终让马刺执行了罚球。事后，无论是 NBA 官方还是裁判本人都没有对这次争议判罚做出解释，只有美媒《今日美国》做出了猜测，可能是韦斯特先抱怨了裁判，然后再跑到球员通道热身，这样的行为被裁判误认为是对自己吹罚的示威。至于托尼·巴勒斯到底怎么想的，可能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因为技术犯规并不像普通犯规与违例那样有明判罚而变得有争议，今天我们就来盘点 NBA 10大争议判罚。第10，邓肯替补席大笑被驱逐。NBA 中最经典的莫名其妙的技术犯规，非邓肯因笑被吹替莫属。在2007年4月15日，马刺客场挑战达拉斯小牛，这是06至07赛季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。当时小牛队是西部第1，而马刺队是西部第3。虽然排名是不变的，但这场比赛被普遍认为是西部决赛的预演，所以比赛从一开始就很激烈。裁判的吹罚显得尤为严格，让包括邓肯在内的马刺球员感到非常不满。随着比赛的进行，球员们的火气也越来越大了。第3节2分54秒，邓肯被判犯规，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1次犯规。这次犯规后，他被轮换下场进行正常休息。邓肯首先与克劳福德裁判交流一番，然后不出所料的领到技术犯规，回到替补席。但小牛并未因此得分。随后替补席上的邓肯不知什么原因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结果手里的毛巾刚放下来，克劳福德裁判又给了他一个技术犯规，最终导致邓肯被驱逐出场。邓肯被驱逐出场的次数本来就不多，而这一次可以说是最荒谬的一次。第9，威斯布鲁克不把球给最近的裁判。在2016至2017赛季 NBA 常规赛中，雷霆与黄蜂的比赛在第1节打得非常激烈。威斯布鲁克在一次紧张时刻叫了个暂停，当他走向替补席时，他不慎将球扔到了场边，球正好砸在了裁判马多克斯的头上。有趣的是，这个技术犯规被吹罚的并不是受到球击中的马多克斯，而是旁边的鲍尔马基。鲍尔马基解释道，威斯布鲁克没有选择把篮球交给距离自己最近的裁判，而是选择将篮球扔向了一个其他裁判没有看到的区域，结果砸中了其中一位裁判的脸上，这就构成了技术犯规。搞笑的是，当时同事吹罚技术犯规后，马多克斯转过头来看了一眼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然后赶紧将视线挪到别处。第8，费舍尔推人未吹罚。在2008的西部决赛中，马刺与湖人的对决异常激烈，双方难分伯仲。在第4节比赛的最后时刻，每一个球都变得至关重要，攻防强度达到了顶点。
马刺落后2分，湖人必须防住对手的3分才能赢得比赛。而就在比赛还剩下最后2.1秒时，马刺设计了一个战术，经过跑位，布伦特·巴里获得了投篮机会，他果断出手，但湖人的费舍尔也迅速奔向他，直接撞倒了布伦特·巴里，使他失去了平衡。这明显是一次犯规，然而裁判却没有做出判罚，最终球没有进篮，比赛结束。马刺非常遗憾地输掉了这场比赛。第7，塔图姆打手犯规未吹罚。在2023年1月28日，塞尔提克坐镇主场迎战湖人。比赛一开始，湖人占据了优势，但塞尔提克很快就追上了比分，双方陷入了僵持。随着比赛进入最后阶段，双方战成平局，胜负将在1球之差决定。湖人展开最后一次进攻，詹姆斯持球，他突破内线，塞尔提克球员未能及时封堵，给予了詹姆斯上篮的空间。詹姆斯全力起跳完成上篮动作，然而就在此时，塔图姆的手明显打到了詹姆斯身上，构成了明显的打手犯规。然而裁判却没有做出任何判罚，导致比赛进入加时赛。看到这个结果，詹姆斯无奈地跪倒在地上。有趣的是，当时湖人队的贝弗利拿着球迷的相机给裁判看刚才被拍摄到的照片，但裁判对此行为并不买账，甚至再次吹罚了贝弗利一次技术犯规。第6，贾巴尔罚球绝杀。在1988年的总决赛中，湖人与活塞展开了激烈的较量，两队实力差距不大。活塞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势力，给豪门湖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5场比赛过后，湖人以2-3的劣势落后。第6场比赛成为了湖人的生死战，比赛进行的焦灼紧张，球场上的气氛也变得沉重。进入中场前的最后一次进攻，湖人仅落后1分，为了取得胜利，他必须得分。加巴尔持球发起进攻，面对兰比尔的防守，加巴尔未能得手，然而裁判却判罚了兰比尔犯规。客观的看，兰比尔并没有对加巴尔造成干扰，但裁判却做出了这一判罚。加巴尔2罚全中，绝杀了活塞，将系列赛拖入了抢七。第5，尼克罚球绝杀公牛。在1994年的东部决赛中，公牛迎战尼克，尽管失去了乔丹，但在皮蓬的领导下，公牛依然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。与尼克的比赛异常激烈，两队你来我往，争夺十分激烈。在第5场比赛中，双方战至最后关头，比赛还剩2.1秒时，公牛领先1分，尼克发起进攻，胸博戴维斯出手跳投，但未能命中。然而在此时，裁判吹响了哨声，判定皮蓬在防守休伯戴维斯时犯规，尼克得到了罚球的机会，2罚全中，直接绝杀了公牛。裁判的吹罚引起了争议，因为皮蓬的犯规并不十分明显，裁判完全有可能选择不吹，然而裁判最终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。第4，保罗被吹罚打手犯规。在2014年西部半决赛的第5场比赛中，快艇对阵雷霆，快艇表现出色，中场前1分钟他们领先7分，赢球的可能性极大。然而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，雷霆迅速缩小了比分差距，比赛还剩43秒，快艇仍领先7分，但杜兰特连得5分，打破了快艇的防线。快艇非常小心，但保罗仍然被断球，且有被犯规的动作，然而裁判没有做出判罚。快艇球员赶快回防，威少接球出手3分，裁判却吹罚了犯规，威少3罚全中，帮助雷霆赢得了比赛，使他们在这场至关重要的天王山之战中击败了快艇。第3，詹姆斯走步绝杀。在2006年东部首轮，骑士对阵巫师，两支球队都是新兴力量，年轻有活力，实力相当。经过2场比赛，双方的战绩为1-1。第3场比赛的胜负将决定谁能够取得主动。比赛进行到中场前，骑士掌握着球权，如果他们能够得分，就有机会反超比分。骑士的核心詹姆斯承担了这次进攻，他突破进入篮下，将球投进篮筐。然而詹姆斯的脚步看起来并不十分清晰，有可能是走步，但裁判并没有做出吹罚，凭借着1分的优势，骑士最终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第2，湖人单节27次罚球。在2002年的西部决赛中，湖人与国王展开了激烈的角逐，两队实力相近，国王华丽的球风给湖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经过5场比赛，国王以2-3的领先优势领先湖人，湖人迫切需要赢下第6场比赛。第6场比赛开始后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抗，裁判的哨声不断响起，然而裁判的吹罚尺度并不一致，国王获得的罚球次数并不多，而湖人在第4节就罚了27次罚球，而国王整队比赛只罚了25次。尽管如此，国王仍然将比赛的悬念保留到最后，然而最终由于犯规过多，导致阵容不齐，实力下降，国王未能赢得比赛。赛后，国王的球迷因为罚球数的悬殊差距提出对裁判的质疑。第1，雷吉米勒推人绝杀未吹罚。
在1998年的东部决赛中，溜马再次与公牛展开了交手。尽管公牛实力更强，但溜马表现出极大的坚韧，没有被打倒，反而给公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在这场比赛中，米勒命中了他生涯中最精彩的绝杀之一。在第4场的比赛中，双方战至最后一刻，溜马拥有了关键的球权。如果这一球命中，溜马将绝杀比赛。米勒作为球队的领袖，承担了最后一击的责任。在进行跑动前，他用推的动作摆脱了乔丹的防守，公平公正地决出胜负。裁判不好当，他们往往要同时承受2支球队球星和教练的施压，同时也要在争议动作中进行判断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甘愿做比赛的配角。很多时候，裁判们的眼瞎脑昏，让自己成为了球场上最耀眼的那一个。2019年1月4日，巅峰哈登和5星勇士的世纪大战，在阿宾的心目中，可能是 NBA 在本世纪以来，甚至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绝伦的对攻大战。火箭时期的哈登，无论二当家是魔兽、林书豪还是保罗、威少，所有的战术体系都是围绕着他的挡拆而展开。只要哈登弧顶持球的时候，其他球员一般不是切入就是挡拆，没事的话就站在3分线外抽一会儿烟。毫无疑问，哈登是火箭的真正核心，也绝对是 MVP 级别的超级巨星。但是他在季后赛里的成绩却总是并不如意，因为有一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所有西部球队的头上，那就是集合了库里、汤姆森、杜兰特、格林，甚至是考辛斯的5星勇士。哈登在2018年西部决赛就是第7场憾负给了他们，所以对于哈登来说，对阵勇士的比赛，即使是一场常规赛都意义非凡。不仅仅是为了复仇，而且只有战胜他们，才意味着他们有冲出西部的可能。而眼前的这场比赛，对于哈登来说，无限接近胜利。杜兰特在第4节明显有些心浮气躁，经常在其他勇士队员还在无球绕切的时候选择干拔，又或者强打塔克。整个第4节只有8投2中。而火箭这边，保罗、戈登缺阵，火箭3大外线火力点只剩哈登一人，而内内的缺席也让哈登缺少了一个最可靠的挡拆搭档，他不得不一个人扛起整支球队与5星勇士比拼。勇士与火箭的大战一直持续到加时赛的最后30秒。此时双方132打平，急于打开局面的杜兰特硬杀篮下，遭到切球，篮球直接向界外飞去。此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，杜兰特被倒地的塔克撞出了界外，然后3步跨到底角界外，将球救回场中。汤姆森接球传给库里，蒙神点起小里弗斯中投打进准绝杀。这个荒诞无比的进攻回合才将结束。而杜兰特出界救球的整个过程，只有哈登注意到了，其他的9名球员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。主场球迷们更是不约而同地达成默契，对这件事情默不作声。即使是目睹了整个过程的裁判，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不但没有违例，反而认定2分有效，不做更改。憋了一股怒火的哈登，在最后时刻顶着格林和汤姆森投绝杀，全场砍下10个3分球，轰下44分、10篮板、15助攻、1抢断、2盖帽，打出了自己的封神之战，也彻底粉碎了裁判诡异的判罚。赛后 NBA 裁判报告确认了这个漏判，对于哈登而言已经不重要了，他已经证明了自己。但是对于阿宾来说，如果只是如打手、推人的小动作，或者是争议球权的判断，裁判不能当机立断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再看看杜兰特这一球，在场外踏了整整3大步，甚至镜头面对的那个裁判还冷眼旁观了这一切，却没有做出如此简单的公正判决，这样的漏判是不可能被接受的。但是漏判暂且还能算是裁判的失误，那么无视规则的乱判显然就有些侮辱球迷们的智商了。在一般的比赛中，一个回合往往只会有1个犯规，偶尔双方球员在冲突过程中吹罚2个技术犯规进行抵消，各打50大板。但是能够在一次进攻中双方先后站上罚球线的这件事，说出来也能知道有多么离谱。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 NBA， 而是在 CBA 联赛中。也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大家有多少关注过 CBA。 阿宾只能说，从这里走出去的世界级球员并不算多，但是裁判确实是全球独一档的顶级理解。20至21赛季，
他们就已经献上了无数个生涯代表作。2020年10月20日，卫冕冠军广东遭到深圳的挑战，比赛异常的焦灼，节奏缓慢而丑陋。广东全场得到45个罚球，而深圳则是64个，双方一共109个罚球，让裁判们创造了历史。仅仅2个月后， CBA 的裁判在青岛和浙江的比赛中再次吹出了总计101个罚球，再一次上演了百罚大战。然而最精彩的地方还不止于此。2020年10月23日 CBA 常规赛，联盟第10的吉林东北虎大战联盟第4的新疆广汇飞虎，两支球队在实力上有着明显的差距。新疆在进入下半节不久就领先了2位数的比分优势，打算在这一节彻底决定这场比赛的走向。但是当时间进行到第3节10分12秒的时候，新疆再次打出了关键防守，完成抢断。19号于德豪接球之后单骑走千里，直杀篮下。吉林13号明星后卫姜宇欣也及时回防到篮下。在两人的身体对抗中，于德豪完成上篮，同时裁判哨响，进球有效，防守犯规，加罚1次。对于许多球员乃至球迷来说，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次吹罚了。而裁判却突发奇想地准备给自己加戏。他们在回放过程中发现，姜宇欣虽然在防守上与对方有一定的身体接触，但是由于于德豪上篮时伸出了护球手，不仅扩大了自己的护球范围，并且还被认定是一个推人的动作。防守方犯规改判成进攻方犯规是吧？好像说得过去，阿斌能够接受。但是紧接着，由于于德豪的护球手在推人的过程中砸到了对手的脸部，于是被认定为一个没必要的侵犯动作，于是又改判成于德豪的违体犯规，将进攻犯规升级成违体犯规，执行2罚1治，感觉也没有太大的问题，阿斌也能接受。随后在裁判的指挥下，于德豪在自己得到2分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加罚，而10名球员又跑到另一个半场中目送姜宇欣执行2罚1治。等一下，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什么2支球队能够在同一个回合都能得分啊？如果于德豪要罚球，那么就应该判定他没有进攻和违体犯规，2分有效且加罚。如果姜宇欣要罚球，那么就按照裁判改判后的意见，于德豪在犯规动作的情况下得到的分数应该被取消，罚球更无从谈起。然而这2个人怎么能够同时站上罚球线啊？双方一边得到3分，一边得到2分和1次球权，双方除了各多了1次犯规之外，感觉像打了个寂寞。就连解说员都有些看急眼了，怒斥裁判判罚矛盾。这样荒诞到极点的吹罚可以说是吹罚的车祸现场。但是在 CBA 联赛中却并不是个例。2019年12月7日，也就是新疆吉林的争议判罚的前一年，广东和青岛展开鏖战。在我们熟悉的第3节，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。青岛外援亚当斯在突破上篮的过程中，在赵睿身上打进2+1，同时他在上篮过程中，亚当斯的手肘打到了赵睿的命门，并且压着他的脖子完成进攻。而裁判同样各打50大板，亚当斯执行2+1的加罚，而赵睿则得到了2罚1治的机会。这样的裁判，无论是教练、球员还是所有球迷，谁碰上谁不迷糊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包括杜兰特的界外救球，球迷们喜欢将这口黑锅扣在球员或者球队身上，无非是一些特权之类的阴谋论。但是阿宾觉得大可不必，每一个球员都知道规则，但是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不可能顾头又顾尾，出现一些失误或者过激的动作无可厚非。但是一个不想赢球的人不会奋不顾身地冲到场外去救球，球员总归只是为了胜利，而做出判定的是裁判，只有他们能够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，球场上的争议才会越来越少。